如果你所在的這個地方你一直翻不了身，你一直賺不到錢，那麼你不得不承認的是，你這個地方的資源、人脈、背景，再加上你的機遇都不咋地。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哈，叫做母弱出商贾，富強做侍郎，祖旺流原籍，家贫走他鄉嘛。那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他一直翻不了身，那么翻身最快的方式就是走出去，換個地方，換個城市，換個機會。如果說你在你的當地沒有多少資源，家族呢也不是多麼的旺盛，最好是不要留在這個小地方去發展的那麼肯定有人又會講我說我從杭州洗盤子洗了10年，終於悟到了，現在來到了上海又洗盤子了。千萬不要鑽這個牛角尖我們從事實來講，你不得不承認的是，從這個小地方它的資源是相對於集中的，懂的都懂就是普通人壓根兒沒有打翻身仗的一個餘地，就這輩子幾乎是不可能有其他出路的。那麼相比之下呢，你看大城市它反而更適合發展一些。你看北上廣深，它的表面上是壓力非常大，競爭非常的激烈，但是整體相對來說它是比較公平的，這個你得承認。機會呢反而也是更多一些，如果再加上你自身的努力也好，運氣或者說實力，還是有機會能夠殺出來的當然你要是如果有孩子有老婆有家庭，這條路幾乎也是沒戲的，你已經被鎖死掉了因為就是對於大部分人而言，你看有了家庭相當於就有了房貸，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對吧？再加上你有個孩子要撫養，你根本就無法承擔創業和打拼給你未來的幾個月帶來的零收入，甚至說一直支出不收入，搞不好妻離子散家破，對吧？反正呢我創業這幾年我就總結了一句話，賺錢就是認知上的改變，再加上接觸了更多賺錢的人，僅此而已。信息差在這一刻幾乎完全打破，反而呢就是你在越小的城市信息得不到，甚至還是完全封閉的一個狀態。所有的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大城市普及之後，然後再慢慢的向下去滲透，才能夠慢慢的到你所在的城市，你能夠感知這個行業的動向。你在大城市裡面，你一旦抓住了一個趨勢，就是你很有可能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機會的就是這樣的。當然我不是說讓你在杭州當了保安又去上海當了保安，那不是這樣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給自己去積攢經驗和提升一個行業就是本身所在價值的一個行業去幹。那麼這個時候你就有了足夠的閱歷和經驗，就算你帶着這一身本領一身的本事和武功，你再回到你的小縣城，你的機會反而也比同齡人次大得多得多。樹挪了就會死，人挪了就會活，人一定是隨着這個產業去走的如果你想要賺錢，那麼你肯定要去有錢的城市，就是有更多錢的城市嘛。但是你要創業，你就去創業者多的城市，比方說深圳和廣州，它的營商環境和營商氛圍就是特別好，你不服都不行。非常多的企業搬過去，這就是機會你跟在這些大佬的後面，說不定你也能跟着去賺點小錢呢。換個城市也相當於給自己換個機會。你看當年京東的那個劉強東，他高考填志願的時候自己明確的就說了，我只填北京和上海。換一個城市，從一定角度上來說，我感覺也是相對於換了自己的一個風水吧。我也是在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小縣城就是如果說你和我一樣的話我相信我接下來的講的話你一定感同身受。地方小，妖風大，處處都是算計你的人，說句難聽點的話，就是水淺王八多，遍地是大哥。在小地方你不僅賺不到錢，人心還不正，到處傳八卦，人非事兒還多。你能力強，別人就會拉幫結派的去針對你，你能力不強，處處都是嘲諷你 PUA 你，思想上也是比較陳舊的，就是他最無法接受的就是新的觀念，因為打破他自己原有思維認知的事情，就是他一點兒都不認可，明知道我必須要接受，但是就是不認可。你看那個前段時間的湯姆張，對吧？這個我就不講太多了怕挨罵。那麼我相信北上廣深的朋友肯定是有一大批人或者一大部分是認可他講的話的吧，對吧？所以說你在小地方他會打擊就是帶來的這種新觀念，因為在他們的認知範圍之外了這些事情你看
當你賺錢的時候，你如果回到你的村裡，你要是個女孩，絕對會有你的流言蜚語，又是跟哪個有錢的大哥走了，對不對？你要是個男的，這家伙肯定是走狗屎運了，要麼就幹了什麼不應該幹的事兒，對吧？全是诋毀。你再往外瞅一瞅，如果說你有錢了，別人會給你慶祝，雖然說這叫做商業互捧，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在人拉人的圈子裡，你是永遠掙不到钱的。螃蟹效应嘛，对吧？你往外爬，就是一堆的螃蟹往下拽嘛。只有你到了这个人捧人的階層，你才能真正能夠賺到錢哈。你想想是不是這種情況？是不是這樣的？所以說哈，你在這種人拉人的環境裡邊，你就很容易被污染掉。當你的身邊充滿了嫉妒、算計、負能量，你的心態不好的時候，你的氣運就隨你而去了。你賺不到錢的時候，那麼應該怎麼辦呢？你就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到別人身上，而是讓自己向上成長。什麼意思？到一個空氣好的地方，你每天呼吸空氣就能感覺讓你每天很上進，你每天非常的正能量。你不要去試圖改變對方，你唯一能改變的只有你改變自己。所以說你要和這種就是圈層的距離哈，你一定要給它拉開，千萬不要和這種人去同流合污。你換一個地方，去一個正能量積極向上的地方，擺脫了這種環境，對吧？如果說你擺脫不了這種環境，那麼你就換個環境嘛。你換一個地方，到一個正能量多的地方去，你就可以完全去心無旁騖的去工作和賺錢，放在這上面了。氣運是怎麼來的？是走着走着幹着幹着才會來的。換一個城市，其實我感覺也是對自己而言換一種生活方式，它能夠去改變就是一個人的人生的這是實話也是真話。隧道效應，大家聽說過這個詞語沒有？就是人在相對比較封閉的環境下，他是會不斷去降低自己的目標來適應當下的一個狀態。就是有些人他之所以就是一輩子喜歡待在底層，就是因為他寧可選擇了這個舒適區，也不願發生改變，不願意去嘗試任何的冒險行為，他不願意去奮鬥。他會感覺他身邊的朋友一個月賺2000，他自己一個月能賺2500，比他朋友多500塊錢，就美美的，就開始感覺到安逸了。所以最難發生改變的是，人類的天生慾望都是急於求成，但是在現實行動上又是趨難追易，拋開難點去追容易的地方，對吧？你比如說你想要賺到更多的錢，你就得背井離鄉啊，你就要吃更多的苦啊。但是牛馬它是不願意的呀，所以牛馬就一直沉醉於這個舒適的區內。人一旦在舒適區裡待了很久了之後他的思想，他的思維模式就已經完全固化掉了，他就會自我設限，拒絕一個新的成長。但是這種舒適圈它又不是長久的，舒適圈給人了舒適感之後，但是它給不了你任何關於成長向上的安全感。人如果這一輩子沒有任何的思維向上發生改變，你的行為和你的行動力會受阻的。如果說你現在正在處於迷茫期，我真心的建議把這個視頻收藏起來，耐心的自己好好多看幾遍。所以說你要走出去，只有成長你才能夠真正的賺到錢。你也不要害怕什麼都不會，一個人能不能賺到錢根本就不取決於你會還是不會，而是你設立一個什麼樣的目標。當你有了這個目標的時候，你就願意去吃更高級的苦。你到新的地方去學習，慢慢的你就會發現你的這個能量場和你自己能量越來越強，對吧？你不能說跨越階層，起碼你就是一天比一天過得好。